细节背后总掩藏很多迷茫。铺满荆棘的路上充满未知方向，粉碎摧毁那虚伪幻想，逐渐付出真相，热血才有力量。现实的伪装制造很多假象，永恒不变是坚守炙热的信念。拨开乌云的天空，融化寒冷冰霜，信念给我力量，冲破迷雾的坚强。撕下伪装的面具，换沉默一个结局。不管真相有多锋利，不畏惧，只顾为正义延续。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哎呀，舒服啊，不错，知道心疼你队友了啊。你想多了，我怕你疲劳驾驶，影响我的生命安全。昨天晚上做噩梦了，梦到什么了？你睡会儿吧，要不然我把音乐关了。哎，别，哎呀，就是音乐我睡得香。程曦，100%的优等生，入校成绩全校第一，拿了3年奖学金。最近呢，他在准备去国外留学。晨曦平时在学校和同学相处的怎么样？啊，还不错。他是学生会副会长，很爱帮助别人，在同学心中啊也很有威信。他还是书法和登山社的社员，也是校足球队的前锋。家庭状况怎么样？不太好，单亲妈妈一手带大的孩子，还是吃了一些苦的。哎，那位就是程曦。哪一个？白色球衣那个。哎，我去叫他。哎，不用，让他把这场踢完再说吧。晨曦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呢就是简单问你几个问题。你和戚雨墨怎么认识的？3个月前，我们宿舍的富二代兄弟开了 party， 当时叫了戚姐姐。我知道她是谁，我看过她的电视剧和广告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位知名演员齐雨墨，曾经出演过《倾国倾城》《美人录》里的大明星，也是我黄哥的朋友。我跟她说我是她的粉丝，她特别开心，她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我看了戚雨墨的 QQ 聊天记录，他和你没有聊天内容。哦，可能是她删了吧，因为她跟我说过，她男朋友不喜欢她跟别的男生聊天。27号凌晨1点，齐雨墨收到你的信息，说看到你了，然后他离开超市就失去联系。你们当时在一起吗？那天说起来也很巧，正好我回家，然后我碰见了戚姐姐，然后我就跟她聊了几句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出来办点事儿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也在这儿办点事儿。要不去我家坐会儿？今天就不了，我还有点事儿。有事咱们电话吧，别发 QQ 啊。说以后就不要在 QQ 上聊天，有事情直接打电话。我看他删除了信息，估计是碰见了什么麻烦吧。你知道他当时身上有30万现金吗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应该也不会跟我讲吧？他的话逻辑性很强，表现也很镇定。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只能从晨曦的社会关系入手。
喂，大宝。喂，姐。晨曦母亲那边你问的如何？哦，她早年丧夫，独自把儿子带大的，做海鲜的活儿，一天要绑上千只螃蟹，运气好的时候能接到帝王蟹的大货。帝王蟹？没错，这算是个好消息。这里的味道和捆绑戚雨墨的绳子是一个味儿。现在都这样了啊，翻上死喏、了，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你教我怎么办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死的不是你啊？你说说你啊，你才来干几天你就干这样的事情啊？不然大家都别做了，好不好啊？阿姨您好，我们怀疑您儿子跟一起谋杀案有关。谋杀案？谋杀案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找错人了。阿姨您别激动，我们没说他是凶手，只是问几个问题而已。那你们要调查个啥？听说程曦是您一手带大的。是啊，西西7岁的时候，他爸就胃癌去世了，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，还好这孩子他争气呀，他从小学到大学，年年都是3好，这回出国又拿奖学金，我这下半辈子啊，全只靠我儿子了。所以晨曦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好孩子。也不都是。来，你们看看，这他小时候的照片。男孩子嘛，总有调皮不听话的时候。我一生气啊，他就不敢了。我把我这手啊，往他面前一伸，我说：“儿子啊，你看看你妈这双手，绑一个螃蟹才几分钱，我是绑了多少螃蟹，受了多少伤，才把你养这么大。你要是不听话，你对得起谁？”他一看我这手啊，也就老实了。所以你们2位找我儿子调查杀人案，是不是白费功夫了呀？我就跟你们说吧，我儿子他可明白着呢，他知道我这辈子啊，就是为他活的，他不会让我失望，他不敢。我姐跟我们来往不多，姐夫生病的时候，她来找我借钱，我们没有一个正经工作的，哪有钱借给她呀？她就生气了，说要他儿子成器，永远也不要指望我们。打那时候起，他望子成龙的程度啊，一般人简直就接受不了。这小子呀，真的是了不得，从小到大呀，拿的奖都数不清，又会打球，又会跑步，平常见人呀也很有礼貌。程曦跟同学关系挺好的，也挺阳光，就是跟他妈关系有点那啥。他妈本来就很要强，这小子啊，哪敢调皮啊？说的也是，像他妈这样打孩子的还真是少见。考上大学的那天，他在外面喝醉酒了，说终于可以离开他妈了。他放假也很少回来，就算回来也在外面租房住。所以你姐对晨曦很严格是吧？是啊，好的时候还真的是好，这狠起来呀，也真的是狠。他每个月就挣那么点钱，但是孩子的牛奶、营养品一点都不比别人差。不过每次晨曦考试要进不了前3名的话，就挨打。最吓人的是啊，就用那种捆帝王蟹那么粗的绳子捆着打。他说他想去美国读书，他说他去了国外，他妈就没办法找他了。晨曦跟你姐关系怎么样？应该还可以吧。过生日的时候会记得订个蛋糕。哎，我记得上次看他发微信说愿意用自己20斤肉换他母亲长寿10年。哎，打什么打什么？等等，嘿，服了。我要是有那样的妈，肯定得崩溃。你想想，
晨曦都不敢让他妈失望，这得多大压力呀！不管怎么说，晨曦和帝王蟹绳子的联系找到了。找到了也不能作为晨曦杀人作案的直接证据。所以啊，要找到齐雨墨丢的那30万。我通过查晨曦的身份证，我发现他的车子是租的，并且至今未还。我要到了他的车牌号。好，拜拜。李队找到了。27号早上6点左右，晨曦驾车进入了东郊森林。林丹，恐怕我们要大面积的搜查了，通知当地派出所协助搜查。没有找到陈烨，只能用最笨的方式进行搜查了。我们还是按照李队之前分配的分头行动吧。好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动啊！有个蚊子。没事吧？啊？看。汽车排气孔出的黑油哎。晨曦租的是什么车？一辆银白色的中华。小心啊，这块有个坑。还有弹性，应该就是这2天丢掉的。感觉有人在这儿休息过。王你缓缓，别动啊！让下我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吧。瞅啥呀？走啊！瞅啥呀？走啊！李队，怎么了？外套借我用一下，裤子破了。走路小心点儿。好嘞。你说，车子隐藏在这林子里，最保险的方式是什么？拆了。伪装成一片绿色。哎，吕队，你看那。枪还是老的了，吕队先到一步。找到宝了。经过核实，在晨曦租用的车上找到的钱款，正是齐雨墨父亲取出的那50万，而且钱袋上也有晨曦的指纹。晨曦的经济正常，没有借贷记录。国内校方说他拿过奖学金，他应该不缺钱啊。
假设陈曦是凶手的话，他从齐雨墨那里下手拿了30万，又从其父那里要挟了50万，那之前那30万去哪儿了呢？程曦的发小提过，他平时在龙帆上学，但是休息的时候回弱水，他也不会回家。他在弱水有其他租处。程曦一定不是用自己的身份证租赁的房子，不然我们早就查到了。当务之急是我们要尽快找到那个地板砖的地点。我就不信查不到。找到程曦在弱水的出租屋了。去出租屋找线索。这就是程曦租的房子。照片的位置就是这里。这个十字纹会不会是地板砖上的？去找找，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。清明，清明，十字拼接型。闻闻，就这味儿。帝王蟹。拿绳子回去跟绑齐雨墨的绳子做整体分离比对，能对得上，就证明程曦有问题。小声点，毛毛躁躁的。这小子还擅长户外运动，他体力应该不错，抓他时绝不能掉以轻心。目前绑帝王蟹的绳子最有可能是凶器。还有这个线索，这是一个女人的头发，眼神这么好。你以为眼睛长得小，看出去就是一条缝吗？
可以啊，大宝。都是姐姐教的好。挺能跑啊你！这是装有齐雨墨尸体的弃尸箱，上面为什么会有你的指纹？这种行李箱很常见。我们音乐学院大部分都是住读生，大家都是用这种箱子的呀。我之前做迎新工作的时候，帮过不少同学提过这种箱子。我们在你家发现了齐雨墨的头发。他来过我家做客，那天还有我另外2个同学，我们喝多了就在我家睡了。可以给我纸和笔吗？这是我另外2个同学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要是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们。晨曦，我们已经去过你家了。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？这种沙发不是到处都是吗？这不是我家。但经过绳子的整体分离比对，绑齐雨墨的绳子是你家的。你们不会怀疑我吧？齐姐姐她是我朋友，她一直鼓励我出国留学，我也没有辜负她的希望。本来我还打算过几天请姐姐吃饭，感谢她对我梦想的支持。我已经准备好了在美国的生活，我又怎么会自毁前程？我更不会伤害齐姐姐啊！拜托了，警官，你们仔细查查吧，到底是谁在诬陷我？那你干嘛一见到我们就跑啊？我那是怕你们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。万一真像网上说的那样，屈打成招，那我这辈子就完了。那小子前途大好，情真意切，不像是装的。看人也不能看表面。不过你们说晨曦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秦雨墨没有受到性侵，所以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身上那30万现金就是他的犯罪动机。但这一点又很奇怪，因为晨曦的同学说他平时特别的节约，在校外的兼职也很不错，而且他出国留学的话还有一大笔的奖学金。就为了这30万谋财害命，是不是有说不过去啊？他出国留学的事情，获得奖学金的事情，跟美国那边确认了吗？刚刚领导打电话呢，跟美国校方确认了一下关于晨曦奖学金的事情。虽然过程很艰辛，但是我们得到了答案。晨曦并没有获得美国校方的全额奖学金。所以晨曦很有可能把绑架齐雨墨获得的30万全部交了学费。真不来呀？唉，
证据齐全，他就是不认，只会绕圈子。他不认也得认，只要他拿了那30万，到时候前后一对上，就可以证明秦法医的猜测了。行，那我明天去查一下。赴美留学的费用不低，程曦要挟的那50万，应该是出国留学用的。为财行凶，这小子藏得可真够深的。但依我看，他就是那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。还记得那个大学生弑母的案例吗？他和程曦一样，从小在母亲的棍棒教育下长大，表面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孩子，背地里却极其阴暗。他和齐雨墨交往，应该就是他反抗的开始。什么意思啊？按照他母亲的个性，绝对不会允许他和这种关系复杂的社会女性接触。他参加此类的聚会，也是为了激怒他母亲，因为这是他一辈子想做却又做不出来的事情。我突然想到一个细节，我们在逮捕程曦的时候，他对手铐特别反抗。其实一般嫌疑人反抗手铐的有很多，但像他那种，有点神经质了。他可能对捆绑这种形式极其敏感。他舅舅不也说过吗？他小时候被母亲捆绑教育过，这和齐雨墨受害特征非常的一致。所以啊，这就是他内心深刻的烙印吧。他受他母亲的创伤真的挺大的。你们想想，程曦一直在他母亲那里扮演的是一个完美的儿子，他从来都不敢让他母亲有一点点的失望，所以他最害怕的，应该就是破坏掉他在他母亲心目中的形象。我个人还是建议让程曦母子见一面，我觉得这也是突破程曦的心理防线的好办法。而且，对于结案来说，罪犯也必须要供认不讳。这样吧，回头找他妈聊一下，让他们见一面，这应该也是一个结案的突破口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他干嘛去啊？这大半夜的，这面还没吃呢。这是我儿子从小到大得过的奖状，还有校长亲笔写的评语。你们说，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去杀人？为钱杀人，他犯得着吗？他有奖学金，有大好的前程，他这一辈子怎么可能只值这80万？干什么呢？给我走！你们肯定是弄错了，肯定是有人要害我儿子呀！你们要是不放人，我就不走了。要是我孩子被冤枉了，有个3长2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趁这一头撞死。阿姨，您别激动。如果你相信你的儿子，你也认为他没有做坏事的话，你可以见他一面，让他亲口给你证明。证明？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没杀人？他一个人怎么能证明他没杀人？啊？你们又怎么证明了他杀了人？我儿子这么老实，你们一般警察都不能证明的，他一个人怎么能证明？家贫出孝子，我儿子这么好，他怎么可能去杀人？他今年27岁，也是个孝顺的孩子。母亲呢，尿毒症晚期。他拿着母亲救命的钱，结果遇到了你的儿子。你的儿子不仅要了他的命，抢了他的钱，还让他父母卖了房子缴纳赎金。现在，女儿死于非命，母亲精神崩溃，父亲以泪洗面。你先看看这一家，再去问问你儿子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，我儿子不可能做这么残忍的事情，这根本不是人干的事，这是畜生。
你儿子现在就在审讯室，让我同事带你去看一下吧。走吧。你为什么要跟那种女人来往？警察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那就是真的。你这个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你为什么要干这么丧天良的事情啊？你为什么要杀人呢？真的是为了钱？你已经有奖学金了，你有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要钱干什么呀？你嫌你妈挣的钱少给你丢人了是不是？冷静一点，请不要那么激动。如果你再这样，我们随时终止你们的会面。你看看我的手，是真的少，但这钱也是清清白白的。我这辈子活着，就是为了拉扯你呀！你杀了人，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？这些年我就是拿我自己的手像男人一样干活着就养活你。如果不是为了你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啊？眼见着你就要出息了，我们就要过上好日子了。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不是在杀别人，你是在杀你妈，你是在杀我，你是在杀我呀！儿子，你手怎么了？你手怎么了？你看我这种手，就跟你捆螃蟹一样的。我手上的伤是你给我的。我没有机会失败，只要我考不好，只要我不听话，你就把我捆起来的。而你天天拿你的这双手逼我，你的手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你没有本事，你只能捆螃蟹。从小到大，你自都要求我考第一，我有要求过你吗？我有要求你是班上家长里最有钱有势的吗？妈这辈子就是吃了没有读书的亏，所以不想让你再吃亏了呀，儿子。不打不成才，要是我打你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你不就跟我一块去啃螃蟹了吗？是，你是我妈，你把我养大了。但是你怎么不问问我这辈子活着是为什么？我先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但是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活着就是为了离开你。我凭什么被他们瞧不起欺负？凭什么？我不读书了，我明天就不去上学了，我就不去！你敢？你要是不读书，你就跟你妈一样，没本事，没出息！叫你不读书，叫你不读书，世世代代受人欺负！我生你的时候大出血，差点雷鸣。你气死你爸就死了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。我这辈子吃的苦流的泪，你
一个直男的装不满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死100回了。真旭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就是为你活着。你不是在杀别人，你是在拿刀往你妈心里捅，你是在杀我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你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根本就不是在为我活，你是要我为你活。我根本就不想出人头地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从来不想这么努力，我也不想这么听话，我一点都没想过。只要不听话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在意的根本就不是我，你只是想让我出人头地，给你失败的人生一点补偿。真旭，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？我辛辛苦苦工作是为了谁？不是为了你啊！我20多岁开始守寡，不是为了你。别说了，我已经听够了，我杀人都是被你逼的，要不是你，我根本不会沦到今天日不天见。我说杀人，你才是凶手。我跟你说，我根本就没有拿到美国的奖学金，我出国也不是为了给你争口气，我杀人抢钱就是为了离开你，我一辈子也不想再见你。你捆螃蟹一只几分钱的手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了。你不是最喜欢拿那根绳子捆着我吗？我就拿那根绳子勒住那个女人的脖子，一点让她断了气。让他出去，他出去了，我全都交代。睁开眼，幻想到你怀中，讨厌这种小冲动，不想再见。怀念着你的气息和那熟悉的坏脾气，偷偷地告诉他，怕你还没知道，尝出这寂寞味道，放手说不需要，可待开始我在思念谁，心要放在哪里，强忍着悲伤向你飞奔去，可待开始我在思念谁，是为你在呼喊，忘不了那思念，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。I want you， 你在犹豫什么？不用害怕，我们的爱情故事
现只有你在我心中。After you。